半夜总是突然口干舌燥，别以为是缺水或是五种疾病的预警。林阿姨是一位50岁的家庭主妇，过去几个月里，她开始经常在半夜醒来，感到口干舌燥。一开始，她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口渴，于是每晚都在床头放一杯水。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她发现自己频繁的需要上厕所，尤其是夜间。由于症状的持续，林阿姨决定去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在医院，她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血液检测、尿液检测和身体成分分析。医生在检查结果中发现了异常，林阿姨的血糖水平明显升高，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此外，尿液检测也呈现出异常。正常情况下，尿液中的糖分应该很少，但李阿姨的尿液中的糖分浓度高达300毫克每天 L， 远超过正常范围。李阿姨在得知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十分震惊，因为她以前没有患有任何慢性疾病的迹象。医生解释说，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可能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悄然发展。她的口干舌燥和夜间频繁排尿正是糖尿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而频繁出现口干舌燥，并非仅仅是由于缺水引起的，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发出的警报。接下来，我们将详细科普相关的知识点。一、口干舌燥一定是缺水引起的吗？我们习惯性的将口渴与缺水联系在一起，却忽略了口干舌燥背后的多种可能性。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一同思考口干舌燥的根本原因，以及它是否仅仅是身体对水分需求的一种表达。或许这一常见的症状背后蕴含着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健康信息。夜间是人体水分排泄的高峰期，在夜晚，身体通过呼吸、汗液和尿液的形式排出水分，而这些生理过程可能在半夜更为显著。如果人体在白天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分，夜晚排水过程就会加剧，导致整体水分不足，进而引起口干舌燥的感觉。而且在睡眠期间，身体的新陈代谢依然持续进行，而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水分。如果人体处于缺水状态，新陈代谢的进行将加速水分的流失，尤其是在夜晚。因此，口腔和舌头表面的水分蒸发增多，从而导致口干舌燥的症状。此外，夜晚人体的唾液分泌也相对减少。唾液在口腔中具有润滑和清洁的作用，帮助维持口腔的湿润环境。如果缺水导致唾液分泌减少，口腔内的湿润度就会下降，也引起口干感和舌头的干燥感。但如果仅仅把口干舌燥和缺水联系到一起，就过于片面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二、经常口渴或与5种疾病有关。经常感到口渴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早期信号，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口渴与以下5种疾病密切相关，具体如下。第一种，糖尿病。糖尿病是导致经常口渴的最为普遍的原因之一。这一慢性疾病主要由高血糖水平引起，其中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超出正常范围。高血糖的情况下，肾脏开始排放过多的葡萄糖，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尿液排出，导致脱水。脱水是口渴感的主要根源，因为身体试图通过尿液排出多余的葡萄糖来调节血糖水平。这种生理反应使得糖尿病患者常感到口渴，尤其是在夜间，当身体进入休息状态时，血糖水平可能出现波动，导致夜间口渴感更为明显。糖尿病患者可能在夜晚醒来感到强烈的口渴，这可能是由于血糖水平在夜间波动较大，导致脱水和口渴感的加剧。第二种，睡眠呼吸暂停症。睡眠呼吸暂停症是一种在睡觉时呼吸会间断停顿的情况，也就是说，人在睡觉时可能会短暂的停止呼吸。这种症状会导致身体缺氧，因为在呼吸停止的时候，氧气水平会急剧下降。当身体缺氧时，口腔和咽喉会感到异常的干燥，这是因为正常呼吸有助于保持口腔和咽喉内的湿润环境，而呼吸暂停导致的缺氧会使这些区域失去湿润，产生一种明显的干燥感。考虑到睡眠呼吸暂停症通常发生在夜间，患者在整个夜晚可能会多次经历呼吸暂停，尤其是在深度睡眠时。因此，当他们夜晚突然醒来时，口腔和咽喉的干燥感可能会更加显著。
从而引起明显的口渴感。第三种，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统可能攻击唾液腺，导致唾液分泌减少。夜晚是人体休息的时候，唾液分泌通常相对减缓，而对于干燥综合症患者来说，夜晚的唾液分泌可能更为显著减少，出现口腔干燥的情况。第四种，药物副作用。药物副作用导致半夜口干舌燥的原因与药物的影响机制有关。很多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副作用，其中包括口干舌燥的症状，比如抗胆碱药物、利尿药物、抗抑郁药物等等。这些药物患者可能在服用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副作用，而夜间是很多人用药的时候，所以口干舌燥的感觉在半夜可能会更为显著。第五种，神经系统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可能导致半夜口干舌燥的原因与神经控制唾液分泌的失调有关。正常情况下，唾液的分泌受到神经系统的调控，主要通过迷走神经和舌咽神经控制。如果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神经的正常功能，从而导致口干舌燥的症状。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和口腔护理措施，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持口腔湿润度，预防口干舌燥。三、预防口干舌燥的方法都有哪些？预防口干舌燥是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它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舒适感，更对全身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降低口干舌燥的发生率。以下是一些通用的建议，可以成为预防口干舌燥的良好实践。其一，保持充足的水分。在日常生活中，确保每天饮用足够的水量尤为关键，尤其是在气候干燥或从事体力活动的情况下，水分的充足摄入对口腔黏膜的健康起着关键作用，有助于维持其湿润状态，从而有效减轻口干的症状。大家可以通过建立健康的饮水习惯来实现，例如每天喝足够的清水，并在需要时随身携带水瓶，以确保随时能够补充水分。其二，保持口腔卫生。定期刷牙和使用漱口水有助于维持口腔的清洁状况，从而有效地减少口腔感染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口干的症状。定期的口腔检查和洁牙也是口腔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定期就医，可以及时发现和治疗口腔问题，防止感染的发展，从而降低口干的风险。其三，及时进行医学评估。专业医生能够进行细致的口腔检查和全面的健康评估，以明确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医生可以仔细检查口腔黏膜、牙齿、舌头等部位，观察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如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等。通过口腔检查，可以初步判断口干是否由口腔疾病引起。再者，医生会了解患者的病史、用药情况以及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这有助于发现一些慢性疾病、药物副作用或系统性问题，这些可能与口干症状相关。医学评估还包括实验室检查，如血液检查和唾液分析等，以更全面地了解身体的生理状况。这有助于确定唾液分泌是否正常，是否存在炎症、感染或其他潜在问题。根据评估结果，医生可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可能包括药物治疗、调整患者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者有针对性地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结尾，我们认识到了口干舌燥的原因多种多样，不仅仅局限于缺水，还可能涉及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症、干燥综合征、药物副作用和神经系统问题等。而针对这种情况，上文也介绍了一系列预防措施。除此之外，对于像林阿姨这样的患者，及时就医和进行全面健康检查至关重要。医学评估能够帮助确定口干舌燥问题的确切原因，并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疗计划，改善患者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口干舌燥，为健康的未来奠定基础。